上一次做的梅乾菜锅盔让我一次倒清了好多个，今天呢换了一个烤箱，做8个，全部给你们还清了，一样的超酥脆的，这一点都不输你们在外边买的吧。500克的面粉加5克的盐，300克的凉水，先给它搅拌成面絮，再给它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面团一次肯定是和不光滑的，咱可以反复的给它松弛，然后呢再继續揉搓，很容易呢它就会给你一个光滑的面团。再给它搓成长条，分成16个均等的小剂子，一个小剂子大概在50克左右。再把每一個小劑子呢都給它揉搓成這種光滑的小圓條。做這個餅呢，切記面團一定要光滑。底部呢已經噴了一層食用油，上面再噴上一層的食用油，蓋保鮮膜，鬆弛40分鐘。這個時間來泡梅乾菜，130克梅乾菜加溫水泡個10來分鐘。泡發和淘洗的過程時間都不要太長，不然梅乾菜的香氣會變淡。接着給它攥乾水分，攥乾水分之後，鍋裡少來點油，再把梅乾菜給它煸炒一下，只需放入2勺的白糖，有點甜口的梅乾菜，特別的好吃。肉餡呢盡量不要太瘦，可以用五花肉。把梅乾菜倒進去，再來1碗的小蔥花、薑末、1小勺的白胡椒粉、五香粉，然後1大圈的生抽，再來點老抽提色，然後2圈的香油。哎呀，這餡料一調可香了。每家的梅乾菜的鹹度是不太一樣的，如果覺得淡了可以加點鹽，我是沒有加的，我覺得剛剛好。再調一個油酥，50克的麵粉加椒鹽，60克的熱油給它潑一下，這樣它就沒有生麵味，特別的香。忙活完了，你看這小劑子一拉就很長，就說明什麼呢？說明它已經醒好了啊，延展性特別的好，也不用擀面杖，直接用手這麼的給它扒拉開，扒拉成一個牛舌狀。接着呢，咱再給它塗上1層的油酥，從上往下給它捲起來，到最下面收口的地方，咱可以把它摁扁、摁平、摁大，然後這樣給它收口。像這樣裹一下，油酥就不會再跑出來了，而且封口封的特別嚴。這個時候你看摁壓它會回彈，沒關係啊，放一邊再鬆弛5分鐘，一壓它就扁了。再給它擀成一個邊邊薄中間厚的一個小圓餅，接着就可以裹入餡料啦。像包包子一樣的手法，把餡料給它裹起來不露餡即可。邊邊的地方呢，也像我這樣啊，給它捏緊了，然後往一邊按壓，像這樣就可以了啊！不要着急去擀它，放一邊再鬆弛5分鐘。這個時間呢，我們把烤箱提前預熱，所有的餡料都包好，我們再從第一個開始擀，先整形，然後再按壓。按壓之後呢，我們可以再給它整一次形，然後呢，接着按壓。這個動作呢，你可以反覆的多來幾次，它就可以給它擀的細細的、長長的，中間撒白芝麻哈。你中間撒白芝麻，這樣再給它擀開擀大，白芝麻才會粘得更牢固一些。做這個餅的話，咱一定要給它擀薄，烤出來才有那種薄脆的感覺。看這個烤盤設計的特別好，蜈蚣炭烤盤，一個烤盤可以放4張餅，容量無形中變大。我用的這台海仕 i7 Pro 風爐烤箱，4升大容量，雙層同時烘烤，這也不用一爐一爐的去烤了。裡面的風扇是可以正反雙向轉的，從而達到一個烘烤均勻的效果。上下各有一個感溫探頭，每秒鐘掃描20次腔內溫度，哪怕只有1度波動，它都能立刻發現，自動調回來，翻車概率大大降低。天哪，上下同時烘烤，顏色竟然這麼均勻。以往的話，我的烤箱一次只能做2個，總是不夠我們家大少爺炫的，他還總是要分給他的老師們、他的同學們。這一次管夠，道歉出去的也都一次給你們還清了。強烈推薦給大家，都一定要去試一試，真的太好吃了。